住手！警察！你大半夜的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刚才有个男的跟着你，哪儿呢？进去了。你这什么暗器啊？儿童饼干啊，给病人吃的。你没事吧你？你真厉害。你在医院工作？啊，安定啊。咱俩之前见过，我去做同期访的时候。那可不是见过吗？不然你就被我开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你就不应该回来。我要真是坏人呢？那我看见坏人，我不得抓呀？抓坏人是警察干的事儿。哦，那要是群众都任人宰割，坏人才会越来越猖狂。你这群众觉悟可真高啊，连警察都敢打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下了夜班都这个点儿了。那就尽量走大路，别走小路。嗯。哎，是不是有个养蚂蚁的五疯子在你们那儿？你说小龙啊？对，钱小龙。他怎么样？他挺好啊，他喜欢唱歌，他总给我念诗。嗯。哎，我到了。再见。再见。真是扛不住了，这两天太累了。不是，你就说说吧，这凶手干的这些事儿，他什么毛病啊？这不纯精神病吗？变态！是啊，要么就是老炮儿，要么就是小崽儿。那歌喉呢？一看就是老手，让你叫不出声，还能看着你死。还记得那个现场吗？就之前入室抢劫、强奸那个，手拉手登广告相亲那个，那个不也是这种作案手法吗？秦姐，哟我想看一份档案。公安的，哪份啊？我就随便找一份，学习学习。这我怎么给你找啊？我也不能让你自己个儿进去随便看呀。王唐金头尖5一，土是2竿10寸雨。这羊怎么打不出来呀？你打 BJG。这哪个这呀？是不是那个勾嘎啦开那个勾啊？啊，对，是这个。哦，出来了。哎，你看看，我这不会打的字儿啊，都快写满1页纸了。那您交给我吧。嘿，太好了，我呀，这正琢磨着找个明白人问问呢。以后没事我就过来帮您打字儿。嘿，这孩子不愧是公安的。你说咱这儿2000多户，5000多口人，我得打到猴年马月去啊！要这么说，那个笔友他也不是啊。问了半天，也就是在学校门口拥抱了一下，差点被学校发现，刘科就跑了，后来没联系过他。但他后来去找过刘科，那时候刘科已经出事了。哦，唯一有可能有用的信息就是，他说刘科啊以前暗恋过一个人，这个人特别会唱歌，而且总唱一首，刘科也学会了，叫那个最牵挂你的人是他。是我，是你呀？
最牵挂你的人是我，不是？这歌全国人民都会唱，我哪儿找去啊？是我，这么厚啊？可你的问题怎么越问越短啊？其实好多问题都是重复的。你昨天几点睡的觉问一遍，你平时几点睡的问一遍，你昨天最后电视几点关的，看的什么节目又问一遍，都一个事儿，就没什么意义。就没看出点什么问题吗？有几户，说是有听到晚上有敲门声的，但声音不大。二勇家听到了吗？二勇家没听见，他们两口子睡得早，说一点都没听见。不过也有其他几户没听见，正常。二勇媳妇说，听着天气预报睡着了。不看过完瘾啊？二勇说他看了一会儿过完瘾，然后两口子前后脚就睡了，隔了有半个小时。这是二勇对面邻居的笔录啊，说是半夜听到二勇扔东西，不知道是扔东西还是倒尿，没看清楚。那会儿过把瘾已经播完了。邻居说，二勇家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，都听到糊涂的爱了都。那都几点了？记得够仔细的啊，就是没看出问题。哟，冉哥，绞头啊？刮个脸吧。啊，行。好。哎，二勇，你好。我师傅在呢。啊，在里面呢。这不是能听见吗？那天你在这儿还是大晚上安安静静的时候，宿舍那姑娘就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你就一点都没听见。不是，冉哥真没听见，睡着了。嘿，睡着了，真睡死过去了啊！哎，您这话说的，我这不还得出来倒尿壶呢吗？回去之后我沾枕头就着了，真的，我媳妇也没听见，没帮上忙，真不好意思。哎，对了，冉哥，那人抓着了吗？谁干的？那可不能告诉你。哎呀，哎，我说你这电视晚上怎么不关呀？电视？我关电视啊。主要是吧，你声音开太大，我好几次想找你聊聊这事儿。没事儿，已经摆平了。我跟街坊邻居都说好了。谢谢冉哥啊，忘关电视了，惹这么大事儿。你和你媳妇儿睡眠都挺好的哈。啊，沾枕头就着，好福气啊！您看我干的这工作，每天呢就得在客人的脸上啊、头上啊操作，这睡不好啊，这真不敢干。我媳妇儿也一样。哎，你没问题问，你不是一直都有问题要问你二勇哥吗？我就问问，您跟您爱人睡眠这么好，怎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啊？半年吃3瓶，1天1粒。巧了，听说黄慧自杀前也吃了安眠药，都不知道在哪儿买的，真是奇了怪了。过把瘾，演到哪儿了还记得吗？你知道过把瘾原著叫什么吗？小赵，告诉你二勇哥，叫什么来着？过把瘾就死。哼，还真是，过把瘾就死啊！冉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人，我错了，冉哥。
哎，你愣着干嘛呀？赶紧做笔录啊！起来吧，好好说。好点了啊？那咱们聊聊吧。说吧。我们刚从二勇那儿回来，不瞒你，我就一直纳闷啊，这刘科怎么会来我这片儿？按说他也不住在这儿啊。因为他妈是个骚货，他妈不想跟他爸过了，跟他之前的同学好了。刘科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天我出门有点晚，我估计他是看见我了，我不能让孩子看见吧，我得躲吧。您好，有人吗？他找不着我，他不就回去了吗？孩子为什么没在学校呀？其实那天记上啊，整个先问一遍，别打断。后来呢？后来你都知道啊。那二勇媳妇儿，那不也在屋里吗？二勇，他到点给他媳妇儿吃安眠药。为什么？他说他媳妇儿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。那安眠药天天吃，你们就真不害怕啊？不知道呀。反正刘爱军也不是什么老实人，你们俩就谁也别说谁了。具体的我就不说了，事儿呢，已经是这么一个事儿了，咱们就想着怎么把案子破了，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。我就问一句啊，刘科当时敲完门以后，往哪边走的？我真不知道，我没敢看，我怕他看着我。几点了？刚醒。最近睡眠不是不太好吗？得吃药才能睡着。吃什么药啊？安眠药。谁给买的？前阵儿我腿不是摔坏了吗？走路也不太方便，就让二勇帮我买的。
5月18号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也吃药了吗？吃了，吃好几个月了。听见或者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那天死了个女孩是吧？黄慧她闺女。那天晚上，他敲了你们家门，没听见。二勇听见了。听见，不犯法吧？二勇说，他偷偷给你下的药。没有，我自己吃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你知道他给你下药？什么下不下的？我自己要吃，我让他去帮我买的。黄慧那天晚上去过你们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开理发店的，开门做买卖，谁都能来，女的来的多。黄慧跟二勇的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然哥，胡同里这些风言风语，我是不信的。我跟二勇过得挺好的。你要想起什么，记得告诉我。我吃药睡着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是不知道啊，还是装作不知道？然哥，我们毕竟还有一孩子呢。这些是案件登记表，从85年到现在，咱们辖区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在里边，你自己慢慢看吧啊。谢谢你。哎，别给我弄乱弄丢了啊。我就熟悉熟悉业务。哎，这二勇跟黄慧可够厉害的啊！给他媳妇儿用安眠药弄晕了之后，在旁边就那什么。我跟你说，这女人比男人狠多了，但凡起了外泄，拿没辙。哟，还挺了解。你们俩懂什么呀？这过日子吧，就不能太较真儿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。你说是不是，然哥？曹启贵到，冉西到，赵干娥，赵干娥，别吵了，在我那睡着了。那什么，有个线索，我让他下去摸一摸。何月儿，到处找你呢，你可真会挑地方。师傅您看，孟小星案，我在咱们这个刑事登记本里找到这个案子，我自己又查了一些线索。这不手拉手那个吗？对，就是在报纸手拉手登相亲广告，然后行凶杀人。这是抢劫杀人，一系列有4、5起，案子已经破了，你别瞎琢磨了。但是其中有一起被害人叫刘子宁的，跟咱们现在这个案子很像，也是女性下体被侵犯过，然后被杀的。而且我测量了，水井案发地跟这个案发地相差只有3公里，骑车14分钟。那是入室抢劫杀人，嫌疑人都已经撂了。但是他这一起跟他前面几起作案手法完全不一样，被害人被侵害的方式跟现在这个案子是一样的，也可能被瓶子侵犯过，这不就对上了吗？咱们应该去问问这个孟小星。问个屁！那孙子都被刑拘了，你还能问出什么来啊？回头不撂了，翻供了，你负责？我就是怀疑这个孟小星把不是自己干的事情也给认了，反正多一起少一起他也活不了。刘子宁这一起就不是孟小星干的，是咱们这个凶手。你赶紧闭嘴吧，一天跟这儿瞎琢磨什么呀？师傅，您听过连环杀手吗？4环是奥迪，5环是奥运，你那是几环呀？
连环没环，是一种说法，指的是那些心理变态、杀人上瘾的凶手。那你说胡同里边谁像心理变态，谁像杀人犯？您不也觉得这个人在胡同里吗？我只是觉得他熟悉胡同，没说他住在胡同里啊。没明白，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师傅，您怀疑偷井盖的是凶手？那边胡同像迷宫一样，不是熟悉那边胡同的人根本找不着那水井。刑警队是奔着情杀仇杀去找嫌疑人，咱们倒过来反推，说不定有所收获。怎么样？都在里面呢。估计昨天晚上又偷东西去了，这睡一大觉呢。井盖还在吗？都在呢。准备吧。哎，一会儿别冲第一个。为什么？你还没下崽呢。是他是吧？对，动手！哎，快，目标！快，这，哎，不是拉车，不起来，起来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抓住我！好，别想过去。你跟我走。哎，你叫什么？这是第一家。站起来，走。别愣着了，站起来吧。我跟你说话你不爱听是吧？走吧，走。让你别冲第一个，你不听。师傅，经验少不代表我抓不住人呢。那要这么说，你也审一个，那更好。住手啊！啊，要不让小赵审一个？哟，护上犊子了，不能白当师傅呀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啊。这给你了，温柔点啊。是谁让你偷井盖的？你别弄那手铐了，越弄越紧，知道吗？我想松松。这越弄越紧，一会儿手麻了。谢谢啊。干嘛？坐下。我蹲着舒服点。坐下。出什么洋相？我肚子太饿了。有吃的吗？有。给他拿来吧。谢谢。叫什么名啊？我叫小宝。大名叫什么？大名叫王文柱。哪个德哪个柱？双人旁那个德，柱子的柱。你爸妈呢？我没爸妈。为什么偷井盖啊？我以为没人要，他们说搬走就搬走了，政府以后再给2整。没人要你就偷啊？我真不知道，都是他们几个做主安排的，我说了也不算。5月18号晚上你在哪儿？几号？下大雨那天。哦，那天啊，那天我们喝酒来着。在哪？忘记在哪了，反正有一个小破馆子。吃什么了？吃啥呀都喝多了，喝吐了。剩了一大碗面条，还是吃了。看了什么电视啊？看了，一个录像带，里面一个穿风衣的男的在打扑克，还拿扑克当飞刀使。我问的这个叫小宝啊，刚来城里没爸没妈，主观意愿没有，不知道偷井盖犯法，也不知道怎么卖钱，跟着老乡过来让搬就搬，啊，能混上一口馒头吃，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。最近，哎，果然得你先汇报，你要不说，我们问的那几块料，跟我们说我们都不信，什么意思？没明白是吧？来，
看看这个。宝哥是谁？您审的那个呢，就叫宝哥。那几个小崽儿全是跟着他的，销赃全靠他，知道吗？别笑别笑，有什么好笑？宝哥，哥，哎，谢谢哥。您抽吗？我不抽，专门给您拿的。宝哥，那咋好意思呢，哥？有什么不好意思啊？抽吧，就是没火。其实我也没有瘾，但出来混的，嘴里不叼根烟，总感觉哪里意思不对似的。对啊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岁数小，没多大事我弄不了你啊？这可是您自己说的，哥，我可没说。你是真没爸妈呀？如果你觉得生的我就是我爸妈的话，那我肯定有啊。就是不知道那俩王八蛋现在在哪儿呢？回头你把我枪毙了，让我上个电视，正好那俩王八蛋能看见。到那天我得谢谢你。不过现在就把我给放了吧。咱俩以后还见面呢，我就在这边不走了。哎，他们都溜了啊，就你折腾我们是吧？哎，放手，放手！喊什么喊？喊什么喊？好好问你，你不说？我说吧。5月18号晚上干嘛去了？喝酒啊！喝个屁！你那井盖哪拉回来的？什么井盖啊？非得我点你是吧？想看看我知不知道？哥，都到这份上了，你就告诉我们，我回忆回忆。缺了个角，换了4袋方便面，2瓶牛二。哥，原来你是真知道啊！对，你说那井盖真不是我们撬的。我就问你，哪儿来的？我从老简那偷的。跟几个哥们儿喝酒的时候，他们说今天看见老简从胡同里弄个井盖回来，我就趁天黑给大家偷来了。谁？老简，一个老变态，天天躲在胡同里冲小姑娘露屁股。借刀杀人呢？不是，真是那老丫子。
行，吃点东西。谢谢啊。来，哎，头里来电话，这儿有出事儿了。那个豆面胡同的老黄，把自个儿儿媳妇头发给点了。这婆家娘家10几号人，现在正打着呢。你们走你们的，我跟这儿够了。行。哎，这枪给你留下。啊，不用，这玩意儿打靶不准，打人准。车你们开走吧。队长，哎，谢谢学哥。够吗？够。这真够干的，你也不是整口气的。没错，这附近没戏的，喝点水得了啊。外边说噎死了。Audition。Playground。佳佳，大龙哥，学英语呢？哈哈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早？用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扫就行。那个，给你打了点豆浆，别跟我客气了。谢谢。再说，我还有事求你呢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还是上次那事儿。你说你相信什么连环杀手？结果让个小崽子给骗了。师傅，您相信人的本性是好的还是坏的呀？你就琢磨这点没用的行。看您平时挺和蔼，审人的时候比谁都狠。作为街坊，我看谁都是好人；但是作为警察，我看谁都像坏人。就是因为有了咱们，那坏人他也得给我变成好人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又是你啊！哪儿有事儿你就上哪儿啊！知道你没咬人，走吧。政府的？不是。我这腿脚有点不利落，我想在你这儿找根棍儿。给钱吗？找根棍儿也要钱啊？多少是个意思，是吧？政府都这么有钱了，还在乎我这点儿？
着你给弄死了！放！对，去打针。你去打针，我也去打针，用不了多久，咱爷俩又能见面了。要不您跟我一块儿去吧？走。哎，老唐，你们所是不是出了一个跟踪小姑娘的案子？老板，你这个监控录像能保存多长时间？干嘛呀？啊，公安局的。哦，就7天吧。警察同志，这视频马上要被覆盖了，你看看，就剩10几分钟了。师傅，你也在呢。梅老板，麻烦配合一下我们。我们警察想调一下你外面那监控。别啰嗦了，一会儿到点那录像就给顶了。顶了？顶了你都不懂啊？好了，我退出来了。哎，别动，我忘杀毒了。我这硬盘不用杀。警察也不能保证没有病毒。这都烤完了，杀毒还有什么用啊？马上就杀完了。杀什么呀？师傅，杀毒。就这么盯着这个狮子狗，跟着蹦跶，然后这小狗就被杀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爸爸，这些个都是在垃圾堆里捡出来的。对啊，好多都是新的。命好，人有钱人新的也扔，怎么了？5月18号晚上，你在哪儿呢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在哪。跟我这装傻是吧？爷们儿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有病，精神病，懂吧？受不了惊吓，你还别刺激我。老实点儿。哎！妈妈，妈妈。
他又来了，他又来了就打我，他总打我，他老婆可厉害了，我不让他来。装，接着装啊，装。不死啊！看了四纸本，原来是厂子宣传队的哦，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捡破烂去了。我跟他费不了这劲啊，让刑警队审吧。人家刑警队现在忙着穿平案件，找刑满释放的呢，一个个连觉都不够睡。要我说的，你们俩审吧。精神病怎么审啊？就算有病，也得给他们找一个去处啊！啊，干哥，这样啊，跑一趟，去趟安定医院，找一个白大褂，让人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有病。所长，您再给我开一张吧，我怕填错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呦，哎，老冉，怎么事儿？负伤了？看出来了，没事儿，让人打了，摔的。哎，有一电影你看过吗？说里边一哥们儿啊，武功呢就是不用，成天在嘴里嚷嚷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，最后功夫啊全退化了。您真有闲工夫啊，还看电影呢？你不看呀？我演电影，行吗？你还知道你演的？你还别说啊，这摔完之后这人呢，直溜的。同志你好，什么事？我去预审提个人，请您出示一下工作证和介绍信。没烟吗？没有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想问你关于刘子宁这起案子，你另外3起都是在手拉手栏目登的广告，引诱女人跟你同居，然后杀人。这一起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直接闯了进去？你不怕被抓吗？你说话挺客气的啊。为什么告诉你啊？好好点。兄弟，我时间很宝贵的。我知道你时间不多了，那你还不找人赶紧多聊会儿？里面有人陪你聊天吗？哪有那么多理由？控制不住呗。公狗见着母狗，懂吧？就得扑上去。可那一次你没扑，你怎么进的门？我记不清了。你怎么下的手？他老大喊大叫的，我怕隔壁邻居听见。那你为什么用瓶子？你是不是很好奇？什么样的我没见过呀？这个是你之前做的笔录，那个时候你记得很清楚，但现在说的全都对不上了。
你为什么要多揽一切在身上啊？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知道真相。我告诉你，我天生就喜欢杀人，就跟喜欢抽烟喝酒一样。杀的是谁无所谓，谁给我开门，我就杀谁。那他们反抗怎么办？掐脖子呗，但是得特别使劲儿啊，不然啊，他们挠得厉害。这个女孩是被捅死的。对，你没有杀她，刀我丢河里了。你为什么要承认？只是你们没捞到。你为什么要承认？你挺不一样的。那些人一进门，茶杯往那儿一放，再往那儿一坐，只要你让他们觉得他们特别聪明，他们就上套了。给谁录笔录呢？给他们自己录笔录呢。所以你撒谎了。越是离奇，越容易相信。所以你承认不是你杀的，对吗？你是不是没杀刘子宁？在里边儿，真没人跟我聊天儿。饭吃烤鱼去，欠一屁股债还吃，讲究吧？欠的我都记着呢。咱放了学，先去吃烤鱼，再去游戏厅，恐龙快打，一臂通关。没几天就高考了，明年你还想复读啊？劳逸结合嘛，我分都稳定了，保证整本，就我爸妈还不死心。你去吧，我可没你闲工夫。10分钟，就10分钟行吗？我也不会玩啊。东哥，大哥，我说实话，我前几天在游戏厅叫人劫了，你就陪我进去壮壮胆儿嘛。我怎么给你壮胆啊？你爸是警察呀。那我可帮不上，你找我爸给你壮胆。不是大哥。同学们，上课了啊！把书翻到54页。知道还有多久要高考了吗？知道现在离高考还有多少天吗？张嘴。回去吧。能量守恒。哦，能量守恒是吧？你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呀？我就是一护士，我又不是医生。哎呀，你们领导说有个全国大会，你们得空的医生都得去开会。哦，那肯定是因为小龙那事儿，他们不想扯这麻烦呗。哎，就帮帮我，其实就是起个威慑作用。那个人肯定不是个精神病。我问他话的时候，他一边喊一边捂着眼睛在那儿瞄我，你肯定是装的。行吧，我今天下午没班儿。哎，但是说好了，你也得帮我哈。好，什么忙？帮我办出国手续。我要去美国去找我未婚夫。你们派出所行不行啊？佳佳，哎，你要的双氧水，谢谢。哎，我明儿请你喝汽水啊。好嘞。这双氧水是干嘛用的呀？啊，今儿早上大龙哥找我帮忙，从医院给他拿点儿。大龙，我疯子他哥吗？啊。他要双氧水干嘛？他媳妇儿不方便的时候，不是会那个吗？
这个就能把布条上的那个给洗干净。那个血迹，对血迹尤其好使。哦，对呀。啥呀？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那我还去不去了？下午。表哥，我们下片去了啊！哎，哎，我说你火急火燎的干嘛呢？让你找白大褂，你找来了吗？要是做不了鉴定，这个人就得放啊！我记得没错，师傅您看这笔录，人让我记的记是对的。大龙他们家院子里有小孩的新鞋和各种布头，应该是用来做尿布的。厨房还有酸枣，我推断大龙的媳妇儿怀孕了。然后呢？跟老茧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双氧水就不对了。我现在有2个线索。我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双氧水肯定不对。小兰在呢。哎，冉哥，忙什么呢？干点活。大龙呢？刚出去，换煤气罐去了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没事。怀孕了吧？啊，刚怀上，还没敢对外说。挺好挺好，啊。大龙一会儿就回来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用，咱们就是随便聊聊。怀多久了？2月。哎呦，按说你在这个楼房区住得好好的，嫁到我们平房胡同里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啊，咱们这儿也快拆迁了嘛。面积定了吗？分多大面积？嗨，人家给多大就多大呗。你劝劝大龙啊，也别成天垒砖了，自己砌墙那面积不一定能给你算上。啊，行。也不是，他就修修院墙。回头我给你问问，看能够算多大。啊，那谢谢冉哥。哟呵，这什么呀？双氧水。什么玩意儿？双氧水。你们家用这个干嘛呀？一下还用了这么多。要生孩子了，给家里消消毒。听说这东西洗血迹最管用。这衣服怎么了？洗成这样。媳妇儿，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冉哥，你媳妇儿大着肚子，没有为难她，她自己说了。手好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他说对了，哪儿受伤了？这么多血！问你话呢，哪儿受伤了？我解释不了。王天星是谁？他女朋友。
以前的。后来呢？后来我跑到外面，看了好几条胡同，也没看到哪儿还有什么血迹，搞不明白，就赶紧把我弟洗干净，又连夜送回安定医院。啊，这回我俩是从后面院墙翻进去。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？从小，我爸就说，好东西都给我了。我弟疯了以后，多少我有点责任。我爸让我照顾好他，我欠他的。冉哥，我弟怎么样？那边正问着呢。冉叔和我爸那都是老哥们儿了，您多给照应点。怎么着，兄弟？考虑怎么样？我一直在考虑啊。那就说说呗。一切分子、粒子都在不断的碰撞、膨胀、再碰撞、再膨胀。就在这个时间点上，那些分子、粒子凝结了，就成了现在你我坐在这儿的模样。你扯什么呢？你别以为在这装疯卖傻就能装出去啊！我不疯。好，你诚实，啊，那咱们就聊聊18号晚上你碰到谁了？你那天晚上碰到谁？你记得吗？咱们就说女的。为什么要说女的？女人和树有什么分别？那你身上的血怎么来的呀？树能流血呀？我踩它了。你踩他身体了？我踩他头了。然后他就流血了。然后它就变小了，然后我就跳起来吃大蘑菇，然后我就变得特别高，特别高。没错，然后最后他还到城堡里升一小旗，还在那放礼炮。对对对。丫是真疯。呀，没招，老简是假神经，这货是真有病啊！问什么都糊里八涂呢。老冉，这五疯子不是你骗出去的吗？你应该熟悉啊。这孩子原来挺机灵的，后来10几岁的时候跟班上一个女孩好了，两边家长跟学校都不干，天天盯着他们。他们呢，是越反对就爱得越邪乎。后来串通好了要私奔，俩人说好了晚上一块儿走。后来那女孩不知道怎么着，一下摔在沟里，当场死了。那男孩找了一晚上，第2天早上才找着。女孩身上爬满了蚂蚁。从那以后啊，这孩子彻底疯了，天天就是养蚂蚁，总觉得那蚂蚁能跟他说话。我看这样吧，老冉比较了解，老冉，你来问。我把他糊弄到安定医院还行，要审他，我可没这2下子。这过度谦虚就是骄傲了啊！那我试试。坐着干嘛呀？我一人审啊。是师傅。你就不用进去了吧？那屋小，人多了热，你在这儿待着多凉快啊！我。
天儿太热了，多喝点水吧。那天晚上下大雨，你是不是从安定医院跑出来了？是不是回家了？是冉哥，我没带蚂蚁，我说过，全是征兆，没人听，就留下我在这儿撑着。我要是完蛋了，这个胡同就真完了。我说什么也不能没有蚂蚁。那天晚上，你碰到刘珂了吗？就这个女孩。挺好看。你在哪儿遇见她的？就我家旁边。她在干嘛呢？她跳舞，跳舞呢。跳什么舞啊？交谊舞，就转圈儿。那交谊舞不是2个人跳吗？对，2个人。我没说你啊，我是说那个女孩跳舞，我抱着她跳舞。她愿意吗？没反抗吗？愿意。她还笑来着。你问她跳舞，她就同意了。对，我就过去问她要不要一起跳舞，她没拒绝，我们就跳来着。光跳舞，没干别的。我想干。想干什么？我说，咱们一起朗诵首诗吧，读顾城的。顾城哪个朝代的？如果你跟我走，就会数我的脚印；如果我随你去，只能看你的背影。如果你跟我走，就会数我的脚印；如果我随你去，只能看你的背影。那个女孩，当时她什么反应啊？她不和我说话，我就生气了。我生气就把她丢到旁边了。哎，干嘛呢？不是，她肯定也是觉得我疯了，所以才不和我说话。慢慢说，慢慢说啊。然后怎么样了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听见他说，怎么，小龙，你大点声，大点声。只要闪电降临，就会有跳舞的火焰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。这是顾城说的，对吧？小龙，我们在帮你，你要把你做过的、看到的都如实告诉我们。你到底把那女孩怎么了？他不和我说话，我就不高兴了，我就把他丢到旁边的水井里。你还干了什么呀？蚂蚁在喊我，我的蚂蚁在喊我回去。他们干嘛呢？
轻点。好了。我觉得，就是那疯子干的。你看看他刚才那个疯劲儿啊！而且之前不是说有这个感情上受过刺激是吧？见了女孩，他就把持不住，动机也合理。是啊，时间、地点、作案动机都有。没跑。我觉得不像。我见过他在安定医院的样子，跟年轻女孩相处完全没问题，而且很有礼貌，绝对不像是那种会侵犯女孩的那种人。一起念了几句诗，感同身受啊。办过几个案子呀？跟这个没关系。行了，别说些没用的。老冉，你怎么看？怎么着？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武疯子会杀人啊？相不相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看证据。要真是胡同里的人干的，那为什么早那些年不犯案啊？现在开始拆迁了，那拆迁的、捡破烂的都来了，案子也跟着来了。肯定是熟悉胡同的人干的呀，肯定不是胡同里的住户了。他要不是先住着，他怎么熟悉环境？那捡破烂的溜达1俩月，他也熟悉了呀。再说了，他不会蹲点儿。宋队，专家到了。哦，来了是吧？那个，咱们这个案子局里非常重视，给咱找了个专家。走吧，多去学习学习。走吧。走。边吃边看，咱们边说啊。出去啊，送这么多啊！串来了啊！嘿，哟，串来了，来，这里趁热啊！哎呦，来，好，这小串真不错。是，哎，这谁？起罐，续上啊！再来点。性心理障碍，这一个人长时间性功能障碍，就会导致他心理上的变态。如果对一个女的被害人下手这么狠，大概率的说都有心理上的疾病，甚至是性功能上的障碍。明天早上检查一下就知道了。用邮票这怎么查呀？来，你看啊。但你们想啊，这个人拿这个东西在干什么？他就是代替自己，这就是他特点。他控制不住，耳根子硬，心就软；耳根子软，心就硬。明白了吗？没明白。您这土方法有效吗？这个啊是外国的专业期刊《Urology》泌尿学上发表过的，这可不是什么土方法。明天早晨检查的时候，如果这些圆孔都是均匀撕裂的，那就说明功能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没撕裂的话，它就有嫌疑了。哎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快去看看那个人，完全不配合。救命！你冷静点，冷静。起来！救命！小龙，别瞎闹啊，听话，赶紧坐下。冉哥，他要脱我衣服。他一会儿啊还会扒你的裤子，给你贴邮票。为什么要贴邮票呢？他是要把我气走吗？对，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。那多给我点儿，我想去最远的地方。好，但你得听话啊。
是他自己撕开的。你要是再装疯卖傻，我给你送到安定医院去。我不去。那你就好好说吧。不是说了打麻将去了？跟谁啊？跟谁啊？我真不认识。就水塔下边那胡同，人3缺1，叫我那玩呗。 3缺1，就等你去是吧？还都不认识，不信啊？查去。行，那就等我查清楚了。你这是要抻着我呀？是你抻着你自己呢。多大案子呀？哟，你还知道是大案子？嗨，你们警察总这样，一遇到什么大案子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总得管我进去取钱，习惯了。 那怎么老是你进去呀？你给我们分析分析。因为你们认为，只有像我们这种没家没业、光着屁股的老混蛋才能干大事，这都是借口，都是借口。你们打心眼里就认为我们是坏人，因为我们不听话，是异类，跟你们不一样。哎，就你这天天冲小姑娘露屁股。 你还想有家有业呢？我还告诉你，爷们老家，老婆孩子一套，齐的。国营单位，双职工。那么幸福，怎么跑出来捡破烂当盲流了？有钱难买乐意呗。你在家上班。 干活，晚上看孩子，看着挺好的。可就是他妈一到晚上，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，憋疯了。憋着想干嘛？想疯想死。我现在这样多好，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想逛着我就逛着，自在的。 好玩吧？其实只有那些有家有业的人，才干那些恶心事儿。他们藏得深，他们心里头那个脏啊，你们看不见。那合着抓你还抓错了，你还给我们上堂课啊？我无所谓。 哪儿吃哪儿住，都一样。但你们这路子呀，抓不着。你别说我们，说你自己。老实交代。东东，你怎么那么早就起来了啊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一大早浇什么冷水呀你？醒醒一下，背单词儿。你别冻感冒了。这孩子。哎，东东，哎。 你得吃早饭，别饿着肚子。我不吃了吗？过来，我钱还够。够什么呀？拿着，来，走吧。走了。哎呀，别急急霍霍的。东东。哎，走了，高大爷。哎。哎，东东。对不住，我还是想好好学习。我复读输不起。
哎，桥洞子底下找着俩啊！哟，还真找见了啊！确实打的麻将，还有一个没找着，照片也认了，就是老简。那就只能放了。不能放啊！他把裤子脱了给小姑娘看，这什么人呀？而且在他们家翻出不少那个高跟鞋还有丝袜，失主也来报案来了，费了牛劲了都。那就涉案拘留呗。哎，是。签字。第一次抓人啊！你为什么说我们抓不着人？家家户户都有秘密，只要你把房盖挑开，你看，你就看，比电视剧精彩多了。北平，当你久等了。没事，